正在向卢卡斯打听监狱情况的叶晨，将第一监区与第二监区老大的对话悉数听入耳中。他是真没想到，一个位于纽约市区，连一个露天操场都没有的监狱，内部竟然如此暗流涌动。看这趋势，第二监区的老大约瑟夫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，给第一监区的老大墨西哥毒枭古斯塔沃一次重创。而古斯塔沃虽然在这监狱里养尊处优，过着其他犯人无法企及的奢靡生活，但他也有他的担心。他的家族虽然实力强悍，但遗憾的是，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毒贩根本就没办法进到美国，更没办法进到布鲁克林监狱来帮助他。而他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及整个家族的未来，还都系在美国政府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上。这时，卢卡斯对叶晨说道：“约瑟夫今天的表现不太正常，这家伙说不定正在酝酿着什么阴谋。”叶晨好奇地问道：“你怎么看出来的？”卢卡斯解释道：“约瑟夫平时不怎么跟古斯塔沃打交道，他是老一派的美国帮派分子，崇尚火拼，崇尚硬碰硬，有点个人英雄主义。但古斯塔沃不一样，古斯塔沃阴险狡诈，而且毫无底线，不但屠杀自己的竞争对手，屠杀墨西哥警察，连平民也不放过。古斯塔沃像毒蛇一样，喜欢用最阴险的手段在暗中袭击敌人，给敌人致命一击。所以约瑟夫对他一般都是井水不犯河水，现在主动挑衅，摆明就是想挑起事端。”叶晨点点头，没想到卢卡斯的分析与古斯塔沃的分析基本一致。看来卢卡斯在这监狱里确实对周围的一切了如指掌。最难得的是，这个人会动脑子，能够分析出一个人行为背后的用意，这一点就比周围这些大块头强了不知道多少。卢卡斯这时眼见两个监区通往餐厅的铁门都已经被狱警关闭，便开口问叶晨：“犯人都到齐了？对了，你找的那个周彼得不在这里面吗？”叶晨摇摇头，他一直关注着每一个走进餐厅的犯人，不曾看到周彼得，也就是当初那个周良运的身影。卢卡斯皱眉说道：“人进了这里，却又不在两个监区内，大概率是被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藏起来了。”叶晨问他：“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果要在这家监狱里藏人，会藏在什么地方？”“这个我说不好。”卢卡斯认真道：“这座监狱的最下面一层以及最上面一层都是狱警的办公区，中间是关押犯人的监区。办公区我不太了解，不过按理说他们也不太可能把人藏在那里。”说着，卢卡斯又道：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罗斯柴尔德家族绝对不会杀掉你要找的那个人，因为他们如果想在这个监狱里弄死一个人的话，就一定会让这个人先出现在监狱大众的视野内，然后再利用里面的犯人制造混乱，让他死在监狱里，而不是把他藏起来。”叶晨问他：“如果我想把他找出来，并且和他见一面，你觉得我应该从哪里着手？”这个卢卡斯迟疑片刻，认真道：“这个监狱的情况非常特殊，虽然整个监狱都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掌控下，但这里绝大多数的工作人员根本就接触不到他们。如果你要找的人被他们藏了起来，那我估计整个布鲁克林监狱的狱警里知道的人也不会超过5个。但这几个人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，就像这里的典狱长1年365天，我们能见到他的次数甚至不到3次。”叶晨一时间有些犯愁，他原本以为周彼得应该被关押在监区，自己只要找到卢卡斯，就有机会打听到关于他的线索。可没想到，卢卡斯这种消息极其灵通的人，竟然对他一无所知。
而偌大的监狱，找一个人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既然如此，监区找不到，就只能用灵气查探其他区域了。灵气查探是叶晨在监区找不到人的第二个选择。灵气最适合于一片苍茫中寻找有限的敌人，就好像自己在山谷中寻找定远伯鱼如歌。整个山谷当时只有他一个活人，灵气笼罩整个山谷，便能立刻将其发现。而这整座监狱，说白了就是一栋住了几千人的综合大楼，人的生存密度极大，灵气释放出去，立刻就能查探到几千人。而要从几千人里逐一将周彼得找出来，对他来说几乎不太可能。因为灵气虽然能帮助他查探情况，但并不能让他透过灵气真正意义上看到一切，一切只能靠灵气感知。不过好在眼下正是监狱的用餐时间，全部犯人都已经到了这里。刚才自己已经留意过这里的犯人，既然这里面没有周彼得，那再用灵气查探餐厅之外的其他区域以及其他人，想来应该轻松不少。一念至此，他便不露声色的释放出灵气，直接掠过了第一和第二监区，开始查探起整个监狱。叶晨的灵气掠过监区，先向顶层游走，这里都是监狱的工作人员，此刻至少有70-80人，而且这些人都没有被禁锢，也并没有发现类似牢房这种能够将人禁锢起来的房间存在。工作人员要么在岗位执勤，要么正在员工餐厅用餐。于是叶晨又将灵气向着下面一层查探，下面那层的工作人员至少有100多人，但这些人也都在忙着工作或者用餐，不像有人被关押的迹象。叶晨不由诧异起来，心中暗忖，莫非人已经被他们转移到其他地方了？周彼得毕竟已经进来挺长时间，而且从头到尾都没有被送入监区。罗斯柴尔的家族暗中将他转移到别处，倒也符合逻辑。不过叶晨又觉得，罗斯柴尔的家族秘密控制周彼得，并把他送到这里，肯定是不想让外界知道。既然如此，那对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人安顿好之后，尽量不要再转移，就像自己之前把人送到洪武的养狗场一个道理，人直接扔进养狗场，再也不让他出来，这是最安全的。毕竟对方只有在送往养狗场的路上存在一定的暴露风险，一旦人进来之后，只要不让人再出去，这人就永远不会再有暴露的可能。可是如果人进来之后再转移到其他地方，就必然要再次暴露，危险系数自然成倍增加。就在这时，叶晨的灵气忽然察觉到有一个人从地下凭空冒了出来，于是他立刻将灵气汇聚到那里，赫然发现在监狱的管道井旁边竟然还有一个非常狭窄的电梯井，这电梯井长宽都在1.5米左右，较箱小的可怜，只有约莫1.2个平米，而且这电梯井在一层和中间楼层都没有任何开孔，也就意味着它是从顶层直通地下的。叶晨并没有着急立刻用灵气向下查探，而是先追随电梯里的人来到顶层。更离谱的是，这部电梯竟然在顶层一间硕大办公室背后隐藏的隔间里。根据叶晨感知的情况，这个办公室是整个监狱最大的一个，看来极有可能是典狱长办公室。于是叶晨立刻用灵气顺着电梯井一路向下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电梯井的地下部门深不可测，叶晨的灵气一直向下探知了约莫20米，却依旧没能触及底部。可是这已经是叶晨灵气所能触及的极限，20米的土壤与岩石，再加上钢筋混凝土的地基，对他的灵气是一个很大的困扰，而且灵气的消耗越来越大。
但末端的感知却越来越模糊。于是叶晨便适时收回了自己的灵气，开口问卢卡斯：卢卡斯，这座监狱有没有什么地下室之类比较隐蔽的地方？没有吧？卢卡斯想了想，说道：我在这也有几年了，还没听说过这里有地下室，更何况我这种犯人进来之后连一层都去不了，就更别说地下室了。叶晨听到这里，心里已经断定周比的大概率就被关押在这个隐藏的地下设施里面，只是自己现在根本无法探知地下设施的具体情况。想从这里下去，唯一的选择就是想办法先进到典狱长的办公室，然后从那里乘坐那部隐藏的电梯下去。这么重要的秘密通道就在典狱长办公室的内部，由此可见，这典狱长应该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心腹。只是让叶晨感到为难的是，自己无论是在监狱内部还是在监狱外部，都很难接触到那部电梯。这毕竟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现代化监狱，各种监控设备以及安防设备遍布监狱各处，自己强行杀进去倒是简单，但如果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去，难度还真是不小。退一步说，就算自己现在找费可欣把自己弄出去，然后再从外面找到这里的典狱长，用心理暗示控制住他，也几乎不可能让他把自己带到那个地下设施里去。不用想也知道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里肯定非常重视，说不定全天候都在关注那条隐秘的电梯井椅及关押在下面的周彼得。而自己毕竟是个大活人，如果堂而皇之地跟着典狱长进来，一定会被罗斯柴尔德家族关注到，恐怕还没见到周彼得就已经打草惊蛇了。相比之下，从监狱内部寻找突破反而容易一些。这座监狱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要塞，按照思维的惯性，他们肯定会重点防着外面，从而不可避免地忽略或者轻视内部的风险。就在这时，叶晨听到大毒枭古斯塔沃对一旁的手下说道：安排一下，晚饭过后我要见一见典狱长。